杨幂魏大勋这对绯闻恋人又有甜蜜酒瓜翻出。有网友扒出疑似杨幂魏大勋的小号，根据微博内容发现两人谈了643天的恋爱，将近2年，而且还疑似分享了恋爱无疾而终的原因，引发热议。根据网友分析，9999咪疑似是杨幂的小号，哈哈哈 hello 疑似是魏大勋的小号，两个小号名称书写格式一模一样，还有艾特互动表白，一看就是情侣号。那么如何定位到这2个小号的？网友也给出了一些证据，称杨幂的小号是粉丝扒出来的，手机型号是杨幂当时代言的品牌，而且杨幂的助理也有关注这个小号。至于魏大勋的小号是杨幂粉丝道友扒出的，主页全都是两人互动相关，而且魏大勋的微博号头像也跟杨幂有关，杨幂之前有用蜜桃猫表情包，微博还晒过。尽管多次被拍到同框出现进出酒店等画面，但杨幂和魏大勋一直没有公开恋情，就连分手也是悄悄传出。关于分手原因，网友大部分都是猜测魏大勋有结婚的念头，经历过失败婚姻的杨幂并不愿意。而在疑似杨幂的小号里说了这样的话，这句说白了就是不够喜欢，说什么都没用，疑似暗示魏大勋的喜欢不够多，而没什么可说的，祝你飞黄腾达，颇有嘲讽之意。这样看起来似乎是杨幂被分手了，像是魏大勋为了前途和事业甩了杨幂，这倒是完全没想到。不过更有意思的是，杨幂这个小号的头像换成了情感洁癖几个字，也有人猜测当时魏大勋会不会是劈腿了，被杨幂给抓住了，所以才换了头像分手了。其实当初魏大勋跟杨幂在一起的时候，杨幂确实有给他介绍资源，魏大勋对事业的期望还挺高的，也一直在借助其他人脉往上走，并不是很单纯的恋爱脑。他跟杨幂也是有过真感情的，谈过结婚也是真的，但是两人分开的非常不愉快。当然也有不少粉丝觉得这个小号并不是2个人的，因为没有什么特别锤的证明，所以粉丝又撕起来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杨幂跟魏大勋现在都没联系了，也没有可能复合了，并且在之前魏大勋与杨幂在业内的地位就完全不对等，尤其是两人传绯闻之时，男方是众所周知的综艺咖，还有杨幂粉丝的身份，女方是85花顶流，代表作品一箩筐。自从恋情被扒后，魏大勋一直被杨幂粉丝攻击不配，当事人可能也很介怀，这一点从小号里也能看出。在2020年9月份的时候，疑似魏大勋的小号还发文祝福对方，并表示希望自己越来越强大，配得上对方。关于男方没那么爱，有的网友讲女方觉得不公开恋情就是不够爱，认为对方没有以自己为中心，但也有网友认为当时曝光后，杨幂方似乎不愿意承认恋情，让魏大勋一个人被骂。从这方面来讲，两人都不是把恋爱放在第一位考量的人，互不妥协后就分手了。就2个小号的内容来看，女方爱得很深，比如冬天陪魏大勋吃冷饮，男方拍戏，女方房车等1天等，让很多网友感到意外。传出分手一段时间后，魏大勋又与姐姐秦岚谈恋爱，还迎来了事业上的巅峰，出演《梦魇沉》成为暑期顶流，而昔日的杨幂事业却遭遇了瓶颈期，演员代表作拿不出手，被嘲讽综艺咖，只能说风水轮流转。没想到魏大勋靠角色翻身，粉丝们胆子也大了，在这段恋情中敢于与杨幂粉丝叫板，晒出过往的小号记录洗刷舔狗的称呼，嘲讽姐姐爱得多。至于杨幂粉丝一直看不上魏大勋，并不愿意承认小号是真的，也挺戏剧化。如今两人的感情都翻了新篇，也希望粉丝们不要把个人爱恨掺杂在明星身上，毕竟都是娱乐圈的人，事业跟感情很容易互相影响，而且现在两人都过得挺好，就很没必要再吵下去了。而作为一位纯爱战神，杨幂以往那双灵动可人的狐狸眼，眼角一挑尽显妩媚，现在已经渐渐黯淡下来，换来了一颗强大的事业脑。从最初对家庭生活的憧憬，到如今对结果的不再期待，她的经历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。以前有张纪中、俞灏明，然后又有颖儿王鸥，辛辛苦苦培养新人，但背叛来的也挺快的。这位手握流量密码的85花，离婚5年后，人们才明白他所付出的代价远比想象中的要大。杨幂以一部穿越剧《仙剑奇侠传3》走红，之后因为攻大火，成为85花中的领头羊。虽然与同期的步步惊心相比，引起了一些争议，但这并不影响杨幂拥有自带流量的特质。攻的成功也让她和冯绍峰成为了荧幕 CP， 长时间没有合作的观众们也希望他们能真正走到一起。然而在那个年代的社交网络并不像现在这么先进，只有一些细微的线索才能被聪明的网友发现并串联起来。细心的粉丝可以根据各种线索和证据，把时间线梳理清楚，找到事情的真相。虽然这俩人可能只是普通朋友，但他们在社交平台上的互动频率还是相当高的，毫不掩饰的你来我往，看他们发布的内容也不像是一般朋友之间的。杨幂以自黑著称，调侃起来也很有趣。
如果说冯绍峰的文字有点模糊隐晦，像是雾里看花，那杨幂半真半假的嘲笑看起来就更加有深意了。在绿叶中，杨幂也是个不错的行家。如果这一切只是为了流量，顺便为剧增加曝光度，那也不得不佩服她的敢说敢做。后来合作的《命运交响曲》再次让他们的 CP 受到热捧。然而拍戏终究只是拍戏，他们也并没有真的走到一起。两人各自寻觅佳偶，尽管后来双双离婚，也没有了当初那般亲密的互动和甜蜜。杨幂的经历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思考，爱情并不是唯一的归宿，事业同样重要。她曾经用一生一世来托付爱人，但代价却远高于想象，仿佛是刺猬般的拥抱，谁知道如何拥抱才不会痛到放手？对她而言，事业的成功和爱情的美好都是值得追求的，并且可以兼得。尽管杨幂的眼神再也没有过去的灵动可人，但她已经成为了一位拥有强大事业头脑的女性偶像，给年轻人带来了无限的启发和鼓舞。唐家大小姐雪见和神女西瑶是两个迥异的人物，一个骄傲自负却又善良，另一个则冷漠忧伤，超脱世俗。杨幂在早期演艺生涯中，将自己身上的灵气发挥到了极致，将这两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虽然都是她所饰演的，但两个人物的火力各异，观众却并不会觉得不协调，反而更加喜欢看。第一部《神雕侠侣》的成功，为后续的第三部打下了基础，使其变得不输前作。剧组和演员不辞辛苦地投入了大量心血，使得第三部成为了仙侠剧中不可超越的巅峰之作，无论是剧情还是特效，都令人叹为观止。杨幂和胡歌是否在戏中有所暧昧，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。胡歌以顺从母亲的话而闻名，是个孝顺的好儿子。他不仅在思想内涵上有着超凡的表现，文化素养也要比一般人高出一筹。车祸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，但他仍然坚强地站起来。他是仙剑系列的领袖人物，肩负着重任。才子佳人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，有人认为杨幂和胡歌非常般配，即使是飞鹏和西瑶没有在剧中走到一起，景天和雪见也未必会成为现实。那么杨幂和胡歌这对神仙眷侣到底有多甜蜜呢？有知名娱乐记者称，两人确实有过一段恋情，但他们从未公开承认过。在拍摄花絮中，他们的互动比其他人更加亲密，各种同款手机壳等物品也引起了网友的猜测。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取关和伤感文字似乎都暗示了他们背后的隐情，而他们之间的遗憾或许成就了另一种完美。而关于杨幂与刘恺威，有人说《如懿》是他们俩人的定情之作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早在他们相识初期，就已经悄然产生了情愫，毕竟他们都是娱乐圈的人，经常有机会碰面。杨幂在结婚之前一直渴望拥有家庭生活，而且她发现刘恺威的想法和她非常一致，他们常常不约而同地说出相同的话，并且都能理解一些冷幽默。刘恺威身上的魅力也深深吸引着她，尽管年龄相差12岁，但在被狗仔拍到之后，杨幂选择了毫不掩饰两人的关系。他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，很难有大段时间可以共度。杨幂承认这段关系是因为她希望能够公开，而不是为了炫耀或者其他任何原因。她想要更自由一些。当时的杨幂正处于事业上升期，是备受瞩目的小花旦。一般艺人在恋情曝光后会有很多犹豫，但她没有过多思考，并且毫不吝啬地赞美刘恺威。在她的眼中，刘恺威是个值得赞赏的人。然而在节目中，刘恺威的回答却让人大吃一惊。他一边批评杨幂过于商业化，自己则认为更具艺术性，同时还用保姆来形容她，这显示出他有些过于自信了。他们再次合作的《盛夏晚晴天》中，杨幂眼中充满温柔。在他们刚结婚的那段时间，她的眼神闪烁着明亮的光芒，除了充满活力外，她还多了一份温和的气质。然而婚后没过多久，就发生了夜光剧本的事情。原来这是早有预兆，简单而匆忙的婚礼和不合适的婚戒都显示出刘恺威的态度。这一场算计早已显而易见，尤其是在离婚后，她的前夫抓住孩子小糯米来指责她不够负责，但实际上这个问题远远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概括的。虽然她曾经在离婚中占了便宜，但现在已经没有了炫耀的资本。而之后一直以高情商著称的杨幂和魏大勋也传出了绯闻。大勋非常喜欢和姐姐在一起，有狗仔拍到他们在路边低调穿着包裹严实，吃着冰淇淋。还有人看到他们曾经乘坐同一班飞机，连衣服和帽子的款式也是一样的。有人猜测，这或许是因为女儿的抚养权问题，所以他们一直不愿意公开彼此的关系。在综艺节目中，他们的互动也充满了暧昧的气息，但有人认为这只是为了炒作、维持热度而已。不过在娱乐圈里，他们肯定有自己的想法。总之，很多人认为杨幂现在失去了当年刚出道时的灵气，但实际上，无论是她还是其他人，都在不断变化中。当初的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小花，而现在的她非常清醒的在扩展自己的事业，做好自己的工作。
无论是耍大牌玩的标签，还是绯闻，都不能完全定义他。他的力量不可小觑，足以让他洞察自己前进的道路。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潜能时，一种独特的能量在他身上涌现。这种能量既坚定又无所畏惧，让他毫不犹豫地迈出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。他明白，只有通过挑战自己，战胜困难，他才能真正展现自己的价值。所以，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。